一粥一饭皆养生，魅力就在春时间。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戴老师，欢迎来到吃春素颜基因的语言课堂。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大自然呢在不断的发生变化。那我们人体的脏腑气血的功能啊，其实也在随着季节和时令的改变而改变着。这就是我们中医所讲的频率的效应。那么从这堂课开始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因时而异的食物养颜方法。今天呢，咱们先来说说春季养颜的秘籍。春季的气温回升很快，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皮肤的这个新陈代谢，还有像汗腺和皮脂腺的分泌呢，也随之旺盛起来了。那么有些人的皮肤就容易长痘了。其实春季里的祛痘良药可能大家想不到，就是春天里的野菜，比如说像荠菜蒲公英像苦菜，像马齿苋，这些其实都是。那么长痘的人其实体质呢往往是偏热的。那么教给大家怎么来判断自己的体质是热性体质呢？热性体质的人往往呢体质比较壮实，而且呢喜欢吃凉东西，喝凉水，喝冷饮，然后呢不太喜欢热的环境，容易呢手脚心也发热，心烦，口干舌燥，喝水比较多，大便呢也容易干结。那么这样的人呢，往往就是我们说的热性体质了。那么哪些野菜是偏于寒凉性质的，能够清热消火呢？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蒲公英能够清肝解毒，你像面条菜能够养阴清热，像苦菜呢能够清热燥湿。像这些野菜其实都是非常适合体质偏热的人在春天经常食用的。那么这些菜怎么吃呢？其实都很简单，或者凉拌，或者做汤，或者掰成馅儿包饺子、烙饼，还有呢代茶饮也不错。那么大家把这些野菜利用好了，相信春天里你的皮肤就能够干净清爽不少。那么还有一种野菜，刚才我们提到了荠菜，这可是鼎鼎大名的。那么说荠菜的性质是不是也是偏寒凉的呢？不是，荠菜它非常的平和，既不偏寒也不偏热。所以呢，那古人就认为说荠菜呢它能够补身体，能够去火，但是呢还不伤身，驱寒还不上火，应该说适合我们大多数人的体质。也就是说，不管你的体质是不是偏热性的，荠菜呢都是不错的选择。在这儿给大家推荐一个汤，叫春生汤。它的食材当中除了荠菜之外呢，还有杏鲍菇、裙带菜、虾皮，还有豆腐。我们用汤锅加上适量的水先烧开，然后呢把除荠菜之外的其他的食材先放到锅里面煮10分钟左右，最后呢再加上荠菜煮2分钟，稍微一调料，加一点香油就可以了。怎么样？这样的汤品清清爽爽，我们喝了之后呢既养生又养颜，您不妨一试。有很多朋友抱怨在春天这个皮肤经常闹小脾气，就是没有光泽，皮肤暗沉。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脾虚。那我们知道呢，脾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脾好了，那么皮肤呢才有光泽。那如果是脾虚的话，气血不能够上溶于面部，那么我们的颜面自然就会暗黄，没有光泽。其实春天是最容易出现脾虚的问题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春天是五脏当中的肝值班的季节，我们叫春季肝当令。那么肝值班呢，肝的功能就容易比较亢盛。而根据中医的五行理论肝是克脾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肝脏功能过于亢盛的话，
那么它就会压制这个脾，就会导致脾虚。所以平时如果脾气功能不是很好的话，那么在春天呢，可能这个问题就会更加的突出了。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有没有脾虚的问题呢？脾虚的表现呢有很多，那你像气短乏力食欲不振，大便呢容易溏泻，或者说呢大便黏腻不爽，占马桶病，还有呢像失眠、多梦。其实更简单的一个办法呢，是大家可以把自己的舌头伸出来，然后看看，如果你的舌头呢比较胖大，而且舌头边呢有一圈齿痕，那么这就是典型的一个脾虚的一个舌象了。那么健脾养脾的食材非常的多，像五谷杂粮、各种的薯类，像大枣、山药、莲子、芡实等等，这些其实都有非常好的健脾养脾的功效。下面呢，我给大家推荐2款适合在春天吃的健脾又养颜的粥汤。第一款呢，先推荐一个粥，叫胡萝卜山药粥。胡萝卜呢，大家很熟悉，它有一个别称叫小人参。胡萝卜入脾，它有很好的健脾养胃的功效。而且胡萝卜当中呢，大家知道富含贝塔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在我们体内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而维生素 A 呢，又称作叫美容营养素。那么它能够保护我们人体的一切上皮，当然也包括我们的皮肤啦。胡萝卜山药再加上粳米一起煲粥，既美味又养颜，大家不妨一试。第2款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款养颜汤，叫龙莲鸡蛋汤。我们取15克的龙眼肉，加上30克的莲子，那么再配上2个鸡蛋，另外还要加2片生姜、3个大枣。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先把鸡蛋煮熟，去壳，然后呢再用鸡蛋去了壳的鸡蛋和莲子、龙眼、姜和掰开的5个大枣一起放到锅里面，加适量的水，小火慢煲2个小时就 OK 了。这款汤品呢味道不错，而且呢除了健脾养胃补气养血之外还有很好的安神的作用，所以特别适合那些在春天里容易失眠、睡眠质量比较差的这样的朋友。春天风多气燥，容易耗伤我们人体的津液，我们的皮肤呢得不到水分的滋养，所以容易出现干涩的问题。那么怎么办呢？要给我们的皮肤补水咯。那么要补水的话我给大家2个建议。第一个呢，就是多吃那些富含水分的蔬菜和水果。在这儿呢，我想给大家推荐2个补水效果非常不错的新鲜的水果。一个呢就是草莓。草莓的含水量是很高的，而且呢草莓当中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C， 还有呢果酸和一些矿物质。那么草莓呢，从中医的性味来讲，它是味儿甘性凉的，所以草莓更适合那些热性体质的朋友来食用。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喜欢长痘痘的朋友，经常呢口干舌燥、心烦易怒的朋友，适合在春天里面多吃一点草莓。草莓的吃法呢有很多，那么我们可以把草莓榨成汁，特别是在晚上临睡觉前喝上一杯，有非常好的镇静安神的作用。当然了，很多爱美的美眉呢喜欢用草莓把它打成汁，然后呢来做成面膜敷我们的肌肤，也是不错的。那么除了草莓之外呢，再给大家推荐一种时令水果，就是樱桃。樱桃除了富含维生素 C 之外，还富含铁质。缺铁的朋友往往面色无华，如果我们给我们的机体补充足够的铁的话，我们的面色就会红润光泽咯。樱桃真的是时令水果，可能就吃一季，很短的时间就下去了。
我们如果想慢慢去品味樱桃的美味，发挥樱桃的养颜的功效的话，那么怎么办呢？教给大家呀，做一个樱桃酱。我们可以取800克左右的樱桃，洗净，然后把樱桃的这个把还有里边的那个樱桃的核把它去掉，然后呢加上100克的白砂糖，先腌制1个小时。腌制过的这个樱桃果肉把它放到锅里面，再加上1个鲜柠檬的汁，然后再加50克的冰糖，加适量的水，小火的熬煮，大约要熬煮1个多小时，这个樱桃果酱就做好了。等冷到80度左右的时候呢，把它装瓶密封，放到冰箱里面，就可以慢慢享用了。其实呢，除了上面给大家推荐的这2种水果之外很多蔬菜呢，它的养阴和清热的效果也是不错的。比如说像芹菜啦，像菠菜啦，另外还有像豆制品、豆腐也有很好的润养肌肤的作用哦。好了，那么要补水，第2个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在春天里面要多喝花茶。花茶的养颜指数可是很高的。那你比如说像玫瑰花茶，像菊花茶，还有呢像桂花茶，还有呢像茉莉花茶等等。大家知道在春天最适合喝哪一款吗？咱们先来说说玫瑰花茶。其实用玫瑰花来养颜可不是现代人的发明。早在隋唐时期，玫瑰花呢就已经是宫廷贵人的最爱了。据说呢，当时杨贵妃能够保持那么水嫩的肌肤的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她在华清池当中常年漂浮着鲜嫩的玫瑰花瓣。那么玫瑰花呢，从中医来讲具有很好的行气解瘀的作用，而且呢还能够活血化瘀，它最擅长于消斑。所以在春天里如果呢你的情绪不高，最近有点抑郁，脸上生斑，肤色暗沉，那么玫瑰花茶就是最适合你的了。在这儿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红颜玫瑰花茶。我们取3朵玫瑰花，再搭上20克的枸杞，3个大枣掰开，一起呢用沸水冲泡代茶饮。那么经常喝红颜玫瑰花茶保证你的容颜呢越来越红润。下面呢咱们再来说说菊花茶。菊花茶可能是大家最常喝的了。菊花呢是分白菊花和黄菊花的。黄菊花呢它的性质更偏寒一些，有非常好的疏风热、解热毒的作用，所以更适合于那些热毒壅盛、体质壮热、经常呢脸上长痘、大便秘结的朋友。而白菊花呢相比较而言呢性质要平和很多，它呢平肝清肝的作用比较好，可以作为日常保健来使用。那么即使是这样也有朋友反映说经常喝菊花茶觉得肚子不太舒服，偏凉，甚至有的朋友呢拉肚子。那么对于脾胃虚寒的这样的朋友，经常腹泻的朋友要注意了，我们建议大家去喝什么呢？喝菊花粥。我们先用精米去煮粥，等到粥熟了之后呢，再调入菊花末。这样的话呢，早晚空腹来服用会更加的平和一些。当然，如果说我的体质是刚才你说的那种脸上经常长痘的火热体质的人，那么大家就可以用黄菊花。其实有一个茶饮叫柑橘饮，就是用黄菊花再加上金银花再加上生甘草，经常呢代茶饮服用的话呢，那么对清除脸上的痘痘、清热泻火、美容眼炎、提亮肤色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好了，那么说了菊花之后呢，还有一种茶是茉莉花茶。刚才我们提到了说菊花是偏凉的，而茉莉花呢性质是偏温的，它也有很好的行气解郁的作用，这一点有点类似于玫瑰花。那么它除了行气解郁之外呢，还有很好的行脾开胃的作用。所以对于那些情绪不高，而且呢已经影响到食欲了，
吃麻麻不香的这样的朋友啊，可以经常喝一点茉莉花茶来开胃健脾。其实啊，春天养颜的核心是温养阳气，助阳生发。那么在《黄帝内经》当中呢，他把阳气啊比作是天空和太阳的关系，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啥意思呢？大家想想，这个天上的太阳要是没有了，地上的万物都不能生长。其实这借此呢，来表明我们人体的阳气啊，对于我们人体健康的重要性。人体只有阳气充足了，才能够推动气血运行，而气血充足了，我们的容颜才红润有光泽，对不对？春天里养阳气的食材呢，有像韭菜、像豆芽、像春、像香菜、像茴香苗、像芹菜、像菠菜，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养阳的食材。大家可能发现了，我刚才提到的这些食材啊，有很多是自身就有着馨香的气息的。那么中医认为啊，辛这种味道，它能行能散，能够助阳生发。所以我们建议呢，大家在春天里可以适当的增加这些自身有馨香气息的食材的摄入。下面呢，我给大家推荐春季养颜当家菜韭菜。韭菜呢，味辛性温，被誉为是春季第一菜，不仅是味道好，而且食疗功效那是杠杠的。那么韭菜呢，它能够温肾助阳，能够行气活血，还能够益肝和胃。更重要的是呢，对于我们女性朋友而言韭菜有非常好的美容养颜的功效，它能够明目，能够亮肤，能够祛斑，还有乌发美发的效果呢。韭菜怎么吃呢？炒鸡蛋，包韭菜水饺，当然没问题。我在这儿是想给大家推荐一个更美味的，而且更有助于阳气生发、更美容的菜品，叫春饼。那么春饼呢，其实说起来也挺简单的，就是我们先和面擀单饼，然后呢，这个单饼上需要卷上合菜。大家听说过合菜吗？主料当然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春季第一菜韭菜了。那么除了韭菜之外还有呢，菠菜、绿豆芽、鸡蛋、肉丝、金针菇。大家瞧瞧，色香味俱全。另外呢，养颜功效那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把这个合菜把它炒好之后，放在单饼里面，卷在一起，大家尝尝吧，是非常不错的一道春季的养颜菜。春季要养颜，还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要少吃那些倍儿酸的食物，酸入肝，如果吃得过多的话会伤肝的。那些整天泡柠檬水的妹妹要注意了，春天其实是不适合过量的来饮用柠檬水的，所以养颜是要分季节的。那么除了柠檬之外呢，还有像山楂啦，像醋啦，像酸奶啦，总之一切的酸味的食材大家都要注意，不要吃太多哦。另外，春天的阳气呢，其实就像刚发芽那个小草一样，它很弱，需要我们去呵护。那么除了饮食调养之外我还想提醒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也要注意一些细节，来保护着我们的阳气呢，逐渐的生长壮大起来。哪些细节呢？第一个要注意早睡早起。那么第二个呢，就要注意多运动。那么第三个呢，就要注意调畅情志了。春天呢，尤其要注意坚怒。大家可能听说过，说生一次气就相当于是得了一次急性肝炎呢，它对我们人体损伤是非常大的。所以要养颜，在春天里呢，要注意调畅情志，开开心心的，这样我们的肌肤状态呢，才会变得越来越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了春天里的一些常见的肌肤问题的食养应对的策略。那么对于经常脸上长痘的朋友，可以呢用春天里的野菜
来应对。那么对于肌肤暗沉的朋友呢，要注意健脾养脾了。那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养颜粥，大家还记得吗？皮肤干燥的朋友的话呢，推荐平时要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另外呢，还可以多喝花茶。那么掌握了这些小方法相信在春天里的我们的肌肤会像花儿一样美丽绽放了。好了，今天的课呢就到这儿，我是戴老师，咱们下堂课见。